华为 P50 Pro， 朋友们，我们终于第一次在第一时间就买到了这台华为的手机。确实非常不容易。华为这个品牌为手机摄影的进步做出了多少贡献，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新一代 P50 Pro 的手机从后摄上看就非常重视影像能力，对吧？那么大家对它的后摄造型满意吗？你喜欢它的工业设计吗？如果喜欢打1，如果不喜欢打2。在这台手机上有2个重点的地方，大家比较关心一个是它没有5G，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影像能力。没有5G 这一点大家都很失望，我们也很失望。但是呢，不重要，我们节目是聊影像的节目。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点还是要放在这台手机的影像系统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升级的地方。没错。那么说到影像能力在这台手机上呢，有一个宣传点叫做计算光学。那么至于这个计算光学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不用跟这儿装大明白跟大家讲。那不过呢，有一点需要大家知道的是，如今的数码影像是建立在物理光学成像基础之上，再加上计算摄影，来最终生成的一张照片。那至于计算光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呢就用样片说话了。那么注意看下方进度条想看哪部分看哪部分，我们的样片会说话。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放一些我们拍摄的摄影作品，目的呢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拍摄好看的照片。那前面的这些样片呢，都是用这一台手机拍摄的，并且用它内置的滤镜编辑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多去外面走走，拍好看的照片。没错。那么欢迎观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期待这期节目，记得先点一个赞，点一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喽。P50 Pro 后摄一共是4颗镜头，但是其中的那颗黑白镜头有凑数的嫌疑，因为就算我选用黑白摄影模式，那依然也是用主摄来拍摄。我也不知道这颗黑白镜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成像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一声。在相机界面中呢，有4个焦段可以选择，其中最左边那颗10倍的焦段，它不是一颗光学镜头，它是通过3.5倍镜头数码变焦来拍摄的。这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它不是数码变焦，它是光学计算当然了，这些词儿您愿意叫什么叫什么。至于什么混合变焦数码变焦这些词儿以后都会越来越多。但是您只要知道这颗10倍的镜头它不是一颗专门的光学镜头就可以了。在说每颗镜头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拍摄功能至于流光快门功能，我们前几期节目已经说过很多了您可以去看华为的节目和小米的节目。这个功能非常好可以模拟减光镜的效果，在白天可以拍摄慢快门的效果，这点非常不错。一次拍摄可以曝光几小时的时间在白天可以拍摄流水，可以拍瀑布，可以拍人群，晚上可以拍车灯、拍星轨、拍星空。长曝光拍摄的时候记得带上3脚架哦。这次 P50 Pro 的发布会上还着重讲了它的抓拍能力非常优秀，就是在拍摄运动物体的时候，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可以定格下你想要的画面。经过我们测试呢，这个能力它确实有。比如说我们拍长长挥手，每一次拍摄都能把长长的手定在半空中，其他的手机呢就很难做到这点。至于色彩跟肤色嘛，这个咱们再说。下面咱们看主摄的成像表现硬件参数都列在这里了，但是有2点要说。第一点就是它的主摄感光器确实变小了。当我拿到真机的时候，一看到后摄区域镜头跟镜头之间的距离以及前镜组的大小，我就知道这次的感光器小了，从原来的1.28分之一英寸变到现在的1.56分之一英寸了。第二点就是它的等效焦距27毫米，
但是这次它是否裁切了边缘画质下降的部分，我们不得而知。这点我们用样片来跟大家说。这次 P50 Pro 的主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在视角上完全一样，这点跟 Mate 40系列不同了。Mate 40系列在普通模式下会裁切掉四周边缘画质下降的画面，这时候焦距呢就会到了27毫米，但是到了高清模式就会恢复到23毫米。现在 P50 Pro 不管高清模式还是普通模式，等效都是27毫米。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好好看看主摄的成像效果怎么样。放大中心跟左上角啊，可以发现中心画质跟左上角画质都非常优秀，边角画质下降的很不明显。虽然说不知道它是否裁切掉了边缘画质下降的部分，但是它比其他手机的主摄视角要窄。看下一张样片，这回放大中心跟右上角，中心画质优秀，边角画质下降的不明显啊，可以说非常不明显。主摄的普通模式是1250万，高清模式是5000万。那么咱们看看它的区别，放大中心对比。可以说在解析力上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发现主摄在普通模式下有锐化的痕迹。P50 Pro 还有一个比高清模式更清楚的 AI 高清模式，这回跟普通模式相比，确实在解析力上强了很多。只不过这个 AI 高清模式在拍摄的时候耗时非常长，就像在拍夜景一样，体验不是很好。你看它到现在还没拍完，哎，拍完了。下面咱们看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在这里了，这里要说一下啊，这颗超广角的视角非常广，等效焦距13毫米，它的视角超过了 Mate 40 Pro Plus 的超广角。从样片上看啊，畸变控制的比较不错，作为等效13毫米的超广角，不错归不错，但是畸变还是有的。要是计算光学能把畸变修正了不就好了吗？就省得我手动调了。毕竟他说他能计算光嘛。那下面咱们看看超广角的成像素质怎么样，放大中心跟左上角。可以发现边角画质稍微有些下降，中心画质还是不错的。不过平心而论啊，这个边角画质下降的程度，在这个等效焦距的超广角中已经属于不错的了。再看下一张样片，这回放大中心跟右上角，中心画质肯定没问题，右上角画质有所下降。但是它具体下降的程度是多少呢？我们对比视频见啊，对比视频制作相当麻烦，稍等。超广角镜头还可以拍摄微距啊，当然你用主摄接近物体，相机也会自动做主给你切换到微距模式。总之微距效果还不错。下面咱们看长焦镜头啊 ，P50 Pro 有一颗3.5倍的长焦镜头，参数都列在这里了。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啊，这颗感光器是原生6400万像素的，但是它只输出1600万像素照片，没有高清模式。相机界面中的10倍焦段就是用它来数码变焦拍摄的。先说对焦速度啊，这颗镜头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对焦速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对焦依然有犹豫的时候。注意看这段录屏，在对焦的时候依然会有犹豫不决的时候，但是日常使用中还是感觉不出来的。总体来说，这颗长焦头在日常使用中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算是得心应手。色彩不错啊，夜景拍摄的时候，只要是城市灯光环境下也表现得不错。对焦还可以，拍摄野生烤鸭也是信手拈来。长焦这部分我们主要讲一下10倍镜头下的表现。先看这组3.5倍跟10倍的对比啊，虽然说10倍镜头是通过3.5倍镜头拍摄的，放大后对比确实是10倍镜头的细节比3.5倍的更多。注意前面说过啊，这颗3.5倍镜头的感光器是6400万像素的，当它用10倍拍摄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画面中心的部分来取景，这个时候也有800万像素，也就是说在10倍焦段下拍摄的时候，也相当于一颗800万像素的光学10倍镜头。这也就是为什么 P50 Pro 可以在10倍焦段下拍出细节比较丰富的照片的原因。3.5倍下是1600万像素，10倍下是800万差值到1600万像素。那么只要是光线够，那么3.5倍要是比放大的话，肯定是比不过10倍焦段的。前置摄像头长来给大家介绍。P50 Pro 的前置摄像头可以用原相机拍，也可以用人像模式来拍，都是有3个焦段，终于可以自己拍上半身了。而且人多合影的时候呢，广角也很实用。在美颜模式里，一共有3个选项：光滑度、瘦脸和肤色。其实差不多已经够用了，日常拍肯定是没什么问题。而且这3个功能效果我感觉都挺自然的。背景虚化的效果我还挺喜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张的对比。那美颜跟不开美颜的对比呢，也很明显。我觉得这个美颜很自然，不会特别奇怪，我挺喜欢的。你们觉得呢？人像模式的表现跟前面的 Mate 40系列一样啊，在人像肤色方面还是有些东方啊，实际上长得还是挺白的，没有这么黄。
人像拍摄方面啊，国产有些厂商做的已经非常好看了，拍出来的照片很招女孩喜欢，华为还是应该再加把劲儿。这里要说一下，在拍摄人像的时候，这台手机在抠图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比如说这张照片，它这个抠图失误的位置啊非常尴尬。下面聊聊夜景拍摄啊，华为的夜景拍摄在画质上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那个老问题，自动夜景，它会给你做主，一到了光线暗的时候就会激发这个功能。平时你拍照的时候按下快门就挪动手机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它突然蹦出来了，你挪手机画面就虚了。城市照明环境下 P50 Pro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拍摄出来的照片都挺好看的，亮部暗部的细节都非常不错。换一张样片也是如此啊，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非常不错，而且效果非常接近，亮部暗部的细节该有的都有。这组场景呢比刚才的都暗，但是对于 P50 Pro 来说表现依然还是不错的。到了经典的女流氓小象这个场景非常暗了啊。接着这个场景说一下 P50 Pro 还是跟原来的华为手机一样，就是自动夜景的成像效果在亮度上看上去要比夜景模式还要好。但是放大以后发现依然是自动夜景在清晰度上，也就是在防抖上没有夜景模式好。换一个角度重新拍一样是啊，不管端的多稳啊，多少都会有点抖啊。这个时候自动夜景看着更亮，但是结果没有改变，依然是夜景模式的清晰度强于自动夜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自动夜景亮度细节更多，清晰度方面依然是自动夜景不如夜景模式。祖传神树场景是一个非常暗的场景，比女流氓小象要暗得多，女流氓都不敢到这儿来截我。在这个环境下，自动夜景的表现看上去比夜景模式强得更多了，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自动夜景的清晰度不够。超广角在这个场景下，自动夜景还凑合，那夜景模式就算了吧。下面聊聊视频录制，这回的慢动作呀，比之前退步了，之前是3840帧啊，现在只能录960帧了。日常录像走路防抖的表现，主摄上还不错啊，防抖表现不错，色彩也还行，清晰度也不错。视频的参数呢，就是默认设置啊，跟大多数人一样，就是拿起来就拍，没有调什么4K 啊，什么多少帧啊都没调，就是默认设置。超广角的录像表现一般啊，没有主摄好，首先是没有主摄清晰，然后也没有主摄的防抖好。3.5倍端的录像防抖表现非常不错，我们就不走路了啊，毕竟手持都费劲。但是画质方面呢，不是特别的亮眼。首先是画面有点白，对吧？就是有点亮。虽然说10倍镜头啊，不是专门的镜头，它是3.5倍镜头拍摄的，但是10倍端的录像表现也还不错啊，防抖挺稳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稳，稳的就跟一张照片似的。夜晚的录像，主摄表现上还不错啊，稍微有一点点鼓动效应，但是防抖还是不错的，只要您端稳了，效果还是可以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一般了啊，首先是它非常晃啊，并不是抖，是有点晃，画面的亮度和细节的展现上啊也不是很好。再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亮度啊细节都还不错，就是鼓动效应比刚才更多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不甚理想。录像环节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主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毕竟在这个场景下，连拍照的时候都会强迫开启自动夜景，可见这个地方很黑，但是录像的效果还可以。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啊，不看也罢。工业设计方面，前面大家已经对它的外观应该投过票了，我们的团队中对它的外观也是褒贬不一啊，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但是这个造型呢，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泄露出来了，只不过被别的厂家抢先用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造型还是非常的抢眼，辨识度非常不错。手机的正面摄像头终于从边角移到了中间，而且从药丸变成了小挖孔。屏幕在显示方面比上一代产品确实有些提升，在观感上看确实不赖，可以说是一块好屏幕。厚度方面的控制 P50 Pro 做的也不错啊，8.5毫米的厚度啊，不算薄，但肯定也不算厚了。但是这里要说一下，你们看摄像头的凸起确实不高，这是因为它使用了小的主摄感光器的原因。感光器缩水了，
不过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如果它要能用更好、更大的感光器，那效果会更好。当然，后车的凸起也会更高。至于鸿蒙系统啊，我们不想多说。不过长非常喜欢桌面的新操作逻辑，就是图标下边那个小横线啊，上滑呼出菜单啊，文件夹可以放大缩小啊，他一人可以跟那玩半天啊，就像没见过世面的孩子。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华为 P50 Pro 这台手机是肩负着传承华为影像实力的手机，在这方面它做的还不错。主摄的表现很好，尤其是边角画质控制的不错。虽然这次无法判断它是否裁掉了4周画质下降的部分，但是从结果上看是好的。只不过它等效27毫米的焦段啊，与其他家手机的主摄在焦段和透视上会有区别啊，它的视角窄了很多。超广角的表现就很优秀了，首先是视角非常宽广，其次就是在等效13毫米的焦段下，边角画质的控制依然算是上乘，虽然略有畸变，但是依然称得上是一颗好超广角镜头。中长焦的表现中规中矩，但是由于同行的衬托，显得它还不错。毕竟今年其他家的旗舰手机在长焦上普遍疲软，虽然 P50 Pro 没有10倍光学镜头，但是它的10倍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夜景的表现依旧很华为，城市照明环境下拍照毫无压力，暗光下如果您端得稳，自动夜景的表现会超过专门的夜景模式，否则清晰度就不及夜景模式了。录像的表现依旧有待加强，主摄的表现还不错，超广角就一般吧。慢动作拍摄上明显退步了。大家都知道 P50 Pro 是没有 5G 的，但今天的 5G 重要吗？您都用 5G 在做什么呢？是否为了续航只用 4G 呢？如果没有 5G 算是个失望的话，那我们想说，失望去他地吧。OK， 到结尾了。那看完前面影像方面的介绍呢，我相信你们应该对这台手机的能力心里已经比较清楚了。那至于5G 呢，我们呀不在乎，真不在乎，真无所谓，没关系，就这么好，就这么好。记得点个赞，点个收藏，点个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